好，三国战记。那今天呢是给大伙儿带来一个三国战记的这个极端教程玩法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三国战记完美版啊，咱们就是119啊，正版啊，就是完美版啊，完美版。然后呢，张飞天王晋帝晋卡兵一命啊，兄弟们知道啥意思吧？啊，晋帝晋卡兵。这个呢，虽然说它不进血啊，但是呢，你们懂的。对于咱们玩家来说啊，其实张飞呢能吃的饱也不多。张飞呢对于新手来说是特别友好的一个角色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张飞啊，血多，而且呢这个人不弱啊，连招呢也比较简单啊，大家伙都会。比如说什么1、2、3、4狂风式蛮牛啊，跳起来正摇手狂风式蛮牛式狂风式啊，对吧？就是比较简单。同时呢，我们还有什么呢啊？好，同时呢，我们还有一个设定啊，就是说这个人物呢，咱们呢初始血量血多，到24级之后呢，到20级之后啊，咱们血已经是无敌了啊，已经是无敌了。再有一件事儿呢，就是说啊，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张飞啊，他能吃什么呢？能吃这个张灵剑，对吧？能吃张灵剑。能吃大碗酒，还有杜康酒啊，这样的话我可以同时吃2个让自己爆气的东西，然后再加上普通张飞爆气之后的这个神龙摆尾的伤害也是非常的高，对吧？1、2、3神龙摆尾这个连招啊，在爆气之后呢，伤害也是非常可观的，连招呢也可以，再加上咱们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设定啊，就是这个人打这个 A 到10级之后，他的单 A 速度非常快啊，非常快，所以说新手啊特别友好，那你能晓得吧？所以在这种节骨眼上，大家伙儿可以去练这个游戏呢。我感觉啊，有的人练诸葛亮是最简单的，这个没说，因为诸葛亮实在是太综合了。无论是吃饱还是吃属性剑，还是说他的人物设计啊，都非常屌的。而这个张飞呢，就是血多，你玩起来就知道了。当然咱们这个玩法呢是来自于那个 Mr. 2啊来打的。这个玩家呢，他并不是这个近玩法或者说是什么速通什么玩法的佼佼者，他自称啊是一个这个玩游戏的一个菜鸟。我个人觉得呢是有点谦虚了啊，为什么呢？第一，他确实菜，但是为什么说他菜呢？因为他还是没有这个极端的去练一些，对吧？比较热门的东西，他就是我感觉他就是打教程。其实啊，你要知道啊，就无论你进什么，首先天王难度的一命通关啊，我个人觉得就比较难了。就对于咱们玩家来说，真的啊，你普通难度一命通关，很多人都通关不了啊，何况是天王难度，再加上禁地，对吧？就不放宝。那这确实是有点难的，但是呢又没那么难啊，又没那么难。当然呢，在这里跟大家伙讲啊，就是说进卡兵呢是一个游戏当中最难的一个环节，很多人都知道，对吧？打小兵说实在的没什么难度啊，打小兵呢是你要是真全神贯注啊，应该是不难啊。但是呢，如果是你打这个 BOSS， 对吧？单挑 BOSS 也不难啊，这个 BOSS 没什么，它有一些特殊的招，你记住了就好了。但是呢，如果要是你不卡兵，就相当难了。比如说咱们能卡不住兵的地方啊，比如说能卡兵的地方什么呢？夏侯渊啊，夏侯渊就可以卡兵。然后呢，再就是一个什么呢？再就是孟优可以卡弓箭啊，卡那个弩兵。再就是夏侯惇可以卡这个铁甲兵，张辽可以卡那个机关兵，是吧？这都可以卡。然后再往后卡兵呢，应该说是什么呢？应该说是应该就是黄盖啊，应该就是黄盖了，黄盖可以卡。然后像许褚啊，这都卡不了啊，这确实是啊，这都不扯了。然后再就是孟获，严格意义上来讲，孟获呢单人是卡不了兵的啊，但是这个双人的话就没有卡兵一说，直接进密室啊，直接进密室就没有兵，对吧？你懂的。然后再就是那个什么，再就是那个司马懿。这里面卡兵里面最难的就是司马懿。如果司马懿你不卡那个就是往后倒着走鬼步的那个胖子，司马懿是非常难的，对吧？尤其是天王难度啊，他一个必杀能打咱们。当然张飞还好啊，对吧？咱们就不能说是多少血了，不能按照半管血来说，反正掉一筷子。你想，你如果选魔张飞啊，你选貂蝉这种啊，那就相当难了啊。对啊，有进卡小兵的。前两天我们解说 TAS， 我记得是前天啊，解说那个诸葛亮的那个全程只能走，只能 A， 什么都不能用，除了走加 A 什么都不能用，不能跑啊，不能练招
不能练，当然必杀也不能练，不能跳，不能看宝，不能挡，不能放宝，哎，不能吃血，就这些东西全加上了。诸葛亮一命，天王通关啊！当然天王那就无所谓了，因为这个天王难度啊，在这个《三国战记》里面，它的设计是什么呢？就是 BOSS 打你呢，它这个 BOSS AI 高啊，不是 BOSS AI，就所有的小兵啊，还有 BOSS AI 都特别高，这个是没什么说的。然后呢，它这个有的兵种不一样，然后再加上呢，它打你费血费得多啊，只有这些设定。然后同时呢，就是大概什么意思呢？同时就是说，同时就是说你打他的话就是掉血是正常的啊。你选普通难度，你打他那么多血，你选天王也是。它不像有的难度，你选的难了一点之后吧，比如说你打他的这个对吧？他的防御力变高了，或者血量变多了等等啊。就像你玩地下城，是吧？地下城那个难度不一样，他那 BOSS 那血管也不一样啊，那肯定不能的啊。好，很多人说为什么要走这个上面这条路啊？就是我也不知道，我感觉是为了卡一卡等级啊，趁自己其实他这个还不进血啊。这个玩法我告诉你们，这个玩法有进血玩法，就是说天王进血进地，这个玩法呢能打出一命来，你们信不信？进血进地能打一命，我告诉你，我真见过。但是进 BCD 进血，然后呢还进气儿啊，还进气儿，这个我就没见过一 B 的。但是听说啊，那是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人叫什么，有一个人那时候都2016年不2017年还是我忘了啊，有人就办过这个比赛，就是5000块钱，谁能打出来在线打啊？你不能说你给我个录像都不行，你在线打。我去观战，我开房，还得是我开房，我去观战，然后你过来玩，你能打出这个玩法啊，一币就行，兄弟们，这你还要考虑清楚啊，一币啊，这个一币和一命肯定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那你一币你可以摊点分，边摊分呢，你边摊分边讲命，你讲命了，说白了我这么多条命，再加上我选张飞，但是那也没有人出啊，那也没有人出的。好。还是用暴气啊！暴气的话呢，这个神龙摆尾是比较厉害的。啊，他玩的非常的龟啊，但他这个暴气我觉得没有用啊，对吧？没打多少伤害。这么打分还多啊！你看，像这种高手啊，我相信这个密斯拉2呢，尽管玩《三国战记》并不是最顶尖的，但是我相信他玩游戏啊，是玩什么游戏他都行，就有耐性啊，走位什么的都非常好，有耐心。那如果说是像咱们玩，经常就上头啊，有的时候呢走位还不好，对吧？好。对啊，其实我也个人觉得也是啊，不进血为什么要这么堆的啊？但事实上呢，这个如果要是说不进血，如果要是说这个不进血的话啊，咱们可以怎么说呢啊？就是我也解说过一次，就是不进血的玩法，很多人看吧就会显得非常龟，但是能理解。但是其实不进血的玩法不利于做教程。我跟大家伙讲，为什么说不利于做教程呢啊？这个教程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咱们假设咱们玩的菜，所有的宝都浪费掉了。啊，没有什么宝，也没有人愿意捡那些小箭头，你就给你箭头，你也不会用，你也用不好，你也不会打 BOSS 的时候一个箭头，然后起手，然后跑过去直接 A 2 3狂风式什么的，你也不会，那咱就不用，好吧？顶天你用个毒瓶什么的，咱就当没有。在没有宝的过程当中呢，咱们主要是害怕自己挨打，对吧？害怕自己挨打。很多人说，那我就玩那个，我进血不是教我怎么不挨打吗？啊，我越不挨打越好，但是他太龟了，人家玩的好，人家知道怎么打。可你要那么龟的话，你可能龟不明白，而且你可能时间到了你，对吧？时间到了你也打不死。而不进血呢，就是说我可以该奔放，我可以该怎么用体术怎么打去打，但是呢，我可以拼一拼，我没至于那么龟。到时候呢，我只要吃血就完事了呗，对不对？
好，感谢刚才我们的这个叫智魔刀妖鱼啊。好，哎，你看这个电梯，请问这个电梯的动力是什么？这个无论什么闯关游戏啊，里面都有电梯这个梗，哪怕是古代也有。它这个电是吧？它这个你确实是整不了了啊。那个诸葛亮，那这个狼哥晚上好，我们凯哥你前天没来，你前天来你就现场我就把这个视频解说了啊。如果你前天来的话，我已经解说过了啊，全程只用走加 A， 什么都不用啊。也是啊，其实就是这个张飞10级跟10级之前是两个事儿，兄弟们啊。张飞如果要是10级了之后，他那个单 A 啊就不是那个，而是这个啊，那单 A 那就不一样了，对吧？BOSS 之前不是有动力装置吗？那个动力是怎么来的？我们看那个周星驰的那个电影叫《大内密探008》啊，对吧？《大内密探008》里面不就是吗？对吧？那小白鼠，然后其实那个装置挺好的，那个装置啊。后来我还在一些那个情趣酒店啊，我还看过这种床，有水床，有这种。对吧？什么爱恋拳击房，还有这种这个啊，就对吧？操，你好淫荡啊！你好淫荡的啊！张飞喊的是玩流士，你看玩流士。说得快，有点像把你油治。好，进屋吧。其实你看，他现在如果在到夏侯渊之前，能不能8级，能不能10级？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的啊。你看他打的招都是用跳正摇手去打，这个跳正摇手呢加分是最多的，看不看见？他在用生命告诉你，10级之后的张飞跟10级之前的张飞是完全两个人，对吧？就好比人物完成了蜕变一样。这个张飞最开始的时候，对吧？大战吕布啊，对吧？打不过吕布，到后来跟吕布这个谈不上五五开，但至少吕布呢还是魏其勇，而且打了这个最多打了对吧100多回合、300多回合的时候，也都不在话下啊。当然，咱这个回合到底怎么算的，咱也不知道。按照这个拳皇97里的回合 ，Round 1就是1回合啊。那你三国里面的回合，可能两个人对吧？先交啊，先两个人错马交1回合，那我感觉那玩意儿都不算了啊。好，还有没有这种咱们的玩家，经常就是碰见一些射箭的？你明明可以上下去躲开这个射箭，但是不，你可以他就选择防一下啊，用这个防去防射箭。好了，感谢我们的杰伦1943赠送我了啊。黄蜂式玩流士，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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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啊！我们猪哥来了，猪哥今天一手飞机支持我了啊！那猪哥今天上半连说都没说啊！张飞后来被封神了，封为城隍爷。
这个封不封神呢？那关羽是最牛逼的，兄弟们啊！二爷无论是对吧，后世对他的忠义的传唱度，还是对他的军事方面的认可，还是对于他除了人物性格方面，很多人现在啊可能啊就职场方面上，很多人对他的性格呢并不是很看好，这个能理解。但是你看啊。这个咱们封神一般来讲就是佛教士，对吧？啊，佛道士啊，人家佛道士那都有神，对吧？关圣帝君，对吧？伽蓝菩萨，这都是啊，这都是这个关羽封神。你像啊，警察也拜，你看咱们看那个电影什么香港警察也拜，香港警察拜关公啊，说这是中国的神啊。你像那个看那个《武义探长雷洛传》里面刘德华，对吧？让一帮老外来拜，这是中国的神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这个黑道也拜，你看那个《古惑仔》里面那个《古惑仔》第3部《只手遮天》里面那个乌鸦啊，对吧？对吧？这个关二爷我拜你有什么用啊？对吧？小弟都开始打大哥了啊，对不对？当然他把那个关羽的像整，对吧？整碎乎了之后呢，据说他好像他这1个星期这个都斋戒啊，好像是比较害怕这个事儿啊，比较忌讳这个事儿，就跟那个林正英啊，想要拍一个鬼片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记一下这个什么啊，什么神呐、什么的啊，都有这个说法啊。啊，儒道士是吧？啊，儒道士啊，士其实就是佛啊，对吧？啊，这个说错了啊，说错了啊。然后呢，这个你看又能当这个保镖，又能当大将，反正这个都一样。张飞是啥？我觉得张飞啊。这个其实这个《三国演义》这本小说把张飞刻画的，虽然说啊，无论从战绩还是从他的人物特点，还是包括咱们后来拍这个《三国演义》，这个人物确实很讨喜，但是总是让很多人觉得这个人不靠谱，是吧？你总感觉他不靠谱。但是其实我告诉你，刘备阵营当中最靠谱的就是张飞啊，除了只有张飞，对吧？就是前期那个丢徐州，后期那个被砍头啊，这个咱不算啊，这个咱不算。其实呢，这个立功最多的人张飞，啊，那才是真正的福将啊。这个演义里面呢，对吧？当然正史当中呢也没有说什么啊徐州啊和这个什么这个事儿了啊。正史当中啊，武财神、文财神，财神非常多啊。关羽你说是财神啊，财神，对吧？那还有那个赵公明呢，也是财神，对吧？还有这个比干，就挖心那个啊，也被封财神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，据说那个范蠡，兄弟们啊，每一个朝代都不一样。这个关羽是在什么时候火的，兄弟们，对吧？这个说句实在话，关羽在这个魏晋时期，可能他还没那么火。他是后面，对吧？无论是哪个伟人、哪个皇帝或者哪个什么的，对吧？他可能为了某种政治目的，就包括佛教，包括这个道教，他封神，他也是为他就好比赵本山，他收徒弟要收一些这个，对吧？是小哥们儿。好的，你已经10级了，兄弟，你已经10级了，你在这里摊什么呢啊？我们快进一下啊！啊，对吧？你已经10级了，你在这摊什么呢？真的是服了啊！然后呢，他为什么要封他为神呢？就招募过来了。你看赵本山收一些，对吧？拜师学艺的徒弟，你过来，其实我教你啥了？我啥也没教你。你过来之后，你来之后，对吧？你打着我打着你的旗号也好，你打着我的旗号，大家伙一起赚钱才是本事。兄弟们，宗教这个事儿啊，这个在这里呢，可能有很多人有宗教信仰，但是呢，我还是要说一句啊，首先邪教肯定是不可信的啊。咱们一定要打击邪教啊！邪教呢害人害己，咱们大家伙都不用说。其实宗教呢也有不信的，在这里呢信啊，我们一定要敬啊，一定要敬；不信呢，咱们也要敬这种，对吧？唯物主义，对吧？无神论的也可以啊，这个都一样，只要它是正道啊，只要它是对吧就可以。但是我们要说一句啊，就是咱们要说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话啊，就是说你看咱们说那个拜佛求经啊，这个你说那和尚除了自己能种点地种点菜啊，对吧？还能干什么啊？大多数都是一些什么香油钱啦，或者说给你做场法事啊，要吃饭啊，对不对？那和尚也要吃饭的嘛，对吧？那这个也要吃饭的。你像咱们说那个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教会，像咱们现在啊，什么也有很多教会，我家边上就有一个教堂啊，真的是教堂。那他们的钱哪里来呀？
啊，他们钱哪里来的，对吧？他们怎么建教堂的，是吧？对吧？他们怎么吃饭啊？这个牧师是一份正经的工作，他要拿工资的，对不对啊？你懂吗？啊，那就这个情况啊。好啊，我们的沙皇大白鲨66张办卡，66办，兄弟们，66办，哇，那就是6块一张66，6636，6634个飞机啊，兄弟们，这相当于4个飞机了。我们的沙皇大白鲨刚才一直在跟我弹幕互动，好像我偶尔回，偶尔没回到。这啊！啊，怎么又老板糊涂了？没糊涂啊，这不都是刚才朱哥一手飞机，然后外加我们的沙皇哥一手办卡啊，直接就给我狼灌上了，啊！本身人家你们是不是想说，本身我们的沙皇哥是想要送6个，结果不小心点了个66，结果一下就揪住了啊！好，来看看，本来送6张是吧？好，这里面咱们不卡兵啊，这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卡兵啊，就是这不是唯一一个啊，是第一个可以卡兵的角色。其实这里面有2种卡法，一种是卡弓箭兵啊，一种是卡弓箭兵，一种呢是拖屏幕啊，2种卡法。好了，感谢我们的妖鱼哥再次赠送了1张办卡，支持我了。点老板点错了，追地，哎，他不会追地连招，正常追地可以下手后前手，然后对吧？可以这么连的。哎，这一刀你看天王难度，兄弟们，天王难度这一刀多少血？这里面不卡兵确实难啊，而且你看都是铁甲兵，这个就难受了，还不能放宝，全凭自己的这个拳脚。虽然说咱们可以用必杀来搞事情，或者是爆气，但是确实还是有点难的。1-2直接就是后前手，他不图打的多少血啊，连招就是很简单。其实张飞打的话，连招有很多的那种连招啊。好。我写了一本《契丹王朝》，你想看吗？可以呀，啊，好，直接一手夜叉探海，落地有伤害的啊，不要以为落地没有伤害，但是呢，打血确实少啊，这个跟这个白象方便面打的血比不了，而且你要知道啊，就白象方便面打血也不多的，只要你要连招到最后的4招1式，哎，那个血量是最多的啊，但是呢，一般人不会连啊。好像我记得以前你就说过这个事儿啊，这个你叫契丹王朝，不如写叫萧氏王朝，好吧？哈哈，啊，写一首萧氏王朝啊。虽然说呢，咱们正常啊，这个都是耶律啊，是吧？但是咱们说一个萧氏王朝，其实是不过分的啊，就跟那个这个朝鲜那个李氏王朝似的啊。好，来看看。真有点难度啊，但是他现在正常有一个非常简便的方法，就直接夜叉探海给他干死就行啊。但是他没有，他觉得省气，是追地追不上，一丝血太背了。夜叉探海最终还是忍不住了，因为只要轻轻的碰你一下就会死，还是有一定难度啊，兄弟们，对吧？这不好玩的，没那么简单的啊。顺便说一下，我刚才没点错，这是我的一个心意。我记得上一次就送了66个。上一次就送了66个啊，这次又送了66个。大家开玩笑的，怎么会点错？啊，这个确实啊，这66个办卡，我操，太狠了啊！好，你们一天天的这个瞎子那个哑巴的，一个傻子一个哑巴，对吧？你们净给人起外号。我狼有啥外号啊？我狼应该没啥外号，一般都是功能型的外号，比如说毒奶啊，比如说左慈，这没啥外号啊，我觉得没啥，都功能型的，没有什么贬义词吧，对吧？我狼有贬义词吗？没有的啊，一般我狼这儿没有贬义词啊。三国真英雄是公孙策，英雄谈不上，
但是有点气节啊，有点气节。这个我为什么说谈不上呢啊？大伙儿都知道啊，英雄一定要伴随着一个什么色彩呢？就是悲剧色彩。比如说你像咱们那个班超，对吧？这很厉害，他一生都像开挂一样啊，那他能谈成英雄吗？哎，他不符合英雄的悲剧色彩，所以说谈不上英雄。一个合格的英雄啊，一个大英雄就得有一个悲剧色彩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既然是英雄，就得有悲剧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公孙瓒呢，怎么说啊？我跟你讲啊，他是有一定的这个政治色彩的。他所统治的这个部队啊，这个对吧？和他自己所管辖的这个方面啊，基本上都是带有一定的这个政教合一的。啊，但是他还不等同于张角，更不等同于张鲁啊，就是张陵的这个孙子啊，张鲁就是那个汉中那个张鲁，知道吧？那他不同于这帮的，那他这个宗教这个又没搞好，然后呢，军队方面上吧，确实被袁绍打懵了，所以说呢，结局呢是极其悲壮的啊。他结局有多悲壮呢？他跟这个蜀后主的这个一个儿子，还不是嫡儿子啊，这个还不是嫡子的这么一个挺像，就是说先把自己的家人全杀了，然后再自杀啊，是这么个路子啊，是这么个路子。我们看那个康熙王朝呢，就是跟这个康熙啊，跟康熙这个配合的这个叫朱国治吧，我记得好像叫朱国治。这个朱国治呢，就去这个云南当巡抚啊，这个说是封疆大吏，你要知道云南巡抚，云南可是有一个王啊，还是一个异姓的王，还是一个从前明投降过来的王，还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一个平西王啊，吴三桂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吴三桂呢，后来就把朱国治是对吧搞死了。朱国治是怎么回事呢？他先把自己的孩子。啊，就你要知道啊，亲手虎毒不食子啊，亲手把自己的孩子捅死，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？啊，你们知道什么感觉吗？啊，所以说啊，就是说，就特别难啊。你们就是我感觉啊，就是说，我们不光要歌颂一些悲剧色彩，为国为民啊，这个或者是为家啊，也一样啊，为家为大义。啊，这些牺牲的人，我们更要歌颂一些啊，也是为国为民为家，并且呢啊全身而退，而且大团圆结局啊，就是哎这要歌颂的啊，也不能说啊非得说这个人去世了你才歌颂他，这个我觉得啊就不太好啊，我觉得是不太好的，对不对？只要他这个对吧，他做出了这个事迹。啊，他不能说你非得说死了啊才行。你们同意我这个事儿吧？啊，我咋又吹牛逼了呢？啊，捅死孩子什么感觉？那你问问父母啊，对吧？问问父母，当年你他妈写作业完不成的时候。那你妈问你对吧？一加2加3等于多少的时候，你说等于268的时候，你妈当时不想给你一个腿绊连人带拐棍给你炫羊沟里去啊？就那种感觉，真的啊！实话实说啊，那下雨天打孩子，他妈闲着也是闲着啊！你对吧？那时候恨得咬牙切齿的，对不对？真事儿啊，那都真事儿的。你往那一站，你说那个你考多少分啊？对吧？你考多少分啊？我考了那个59分啊！刚想打，哎，你怎么不问我全对吧？你怎么不问我全班最高分是多少分呢？啊，最高分多少分啊？最高分100分。哎，刚想打，哎，你怎么不问我考我们全班第几呢？你考全班第几啊？我考对吧？我考倒数第一，反正该揍，对吧？有时候真想掐死得了啊！真想掐死得了，干嘛呢？当张鲁道袍是个什么来历啊？张鲁是谁呀，兄弟们？张鲁是谁呀？张鲁可是张陵的孙子呀，对吧？他是你的干孙子阿威呀，对吧？哎，你穿上的这个黄马褂，除了皇太后跟皇上，谁也打不了你啊！他敢玩阴的啊，对吧？你张陵是什么人，兄弟们？张陵是什么人？你看那个《西游记》里面那个
一上来一出场4大天师，4大天师是谁呀？其中排名第一的叫张天师，张天师是谁啊？就是张鲁的爷爷张陵啊，也叫张道陵，他创立的这个五斗米道教啊。你开玩笑呢啊！小狼怎么点播节目啊？点播节目就是没啥点播的啊，看就完了。有的时候你想看的节目我未必有啊，对吧？啊，但是呢，你想看你这玩意儿说难听点，说那花钱呗。你说给多少是花呀？那你看着给，你给个10块10块20的，我估计可能我就不搭理你的。这个咱实话实说，咱哥们花着电费费着吐口水，对吧？咱也不可能说是这个，对吧？你也可以白嫖的，没毛病啊。我有什么好节目，我给播大伙儿可以白嫖，没毛病的啊。你非要说来，我要赞助你一下，然后。那个对吧？那天我有个小伙伴说，老二，我现在想办一个比赛，我想邀请何池、灰灰、老 K 什么包王这帮人一起来参加比赛啊，打一场龙2的1v1比赛，请问要多少钱才能办比赛？我说2000吧，当时就跑了，哎，我办不了，那太贵了，那2000块钱，我想说，我说那是最低的了，我说那是我给面了，这帮人参加一天晚上的比赛打龙2 1v1，我他妈的要没有个5、7、6千的，你对吧？你想办比赛，你跟我扯呢啊！人家有这个时间打一个赞助都他妈2、3千都到手了啊，对不对？当然我就说这个意思啊，反正呢，要不咱就嫖，你要不然呢，你要是赞助，你就送个3亿5亿的，对吧？啊，反正大概一个意思啊，开玩笑啊。其实我不是这样人，我本质上是什么呢？就说白了啊，我是挺可能有点这个傲骨，但是这个所谓的傲骨呢，又不是纯褒义词，有点贬义词啊。说白了啊，生意赚钱它不寒碜，咱也不丢人，咱凭本事来的，对吧？咱凭着自己的这个才华加这么多年的努力来的。那按理说收费是没问题的，但是我为什么不这么做呢？我觉得我不想做成这样的人，我觉得让他心甘情愿的，等以后比如说我做点什么节目，大伙心甘情愿的，对吧？你没有君子不养艺人的。比如说我做了一个我认为特别好的节目，大家伙可以可以这个买门票，或者说是付费观看，或者说是大家伙就凭意志力啊，我就支持我狼，对吧？你送飞机，或者说是对吧？送火箭，或者说是送个操火，或者说是直接对吧？你把你银行卡里面剩下的那个3、5千万你转给我，对吧？啊，对吧？就当扶贫了，好吧？你这都小事儿啊。看毛，我们今天晚上应该是没有什么赞助的能力了啊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个视频现在才第3关，兄弟们啊，这才第3关，然后第3关我们现在还有40多分钟，这40多分钟之后呢，我们9点半左右我就要去准备那个节目了啊。今天晚上我们要准备那个什么呢？我们要准备一个节目，这个节目的名字呢叫可能是要猜歌，可能是要这个猜这个歌，然后猜这个节目呢，到时候我们就这个就是跟这个2次元，你们看我屏幕右边写的这个，在10点钟之前我要做点准备的啊。当当当，对吧？我卖身不卖艺啊，我卖身不卖艺，哎，我玩完了他不给钱就不算卖喽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感谢我们的大爱接机赠送我狼的1手办卡。支持我了啊！其实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个人感觉呢，其实接赞助也不是不行啊。你比如说，你像我那个什么呢？我要是点播是可以，但是你要让我玩啊，我是本意是抵触的，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技术呢，我不是靠这个吃饭的，我这个技术实在是太次了啊，而且是次中次中次。但是你说让我解说卖嘴皮子。那甚至你让我开个麦克风，你让我开个摄像头，你让我给你讲个什么故事，这个故事我们给你讲一期，这一期相当于比如说45分钟一堂课的时间，或者是90分钟2堂课的时间啊，咱们可以给你讲，比如说你说狼啊，我先预定明天你给我讲一讲这个啊隋唐这个事儿，我给你对吧？我做一点备课，我给你讲一讲哪个叫李密呀，哪个叫李元霸呀？李元霸到底有什么故事啊？对吧？秦琼、秦叔宝到底咋的了？对吧？那为什么那个对吧？什么这个天宝大将军那么面呢？啊，就是给你讲这个就无所谓。你说啊，狼，我想听一下，对吧？这个春秋时期啊，这个战国七雄什么的啊，这都可以啊。就包括游戏也是。好，他在卡兵，我们快进。
这个必须得快进一下啊，墨迹啊，不，这不叫卡兵，这个不叫卡兵，它反而是为了让兵多一点啊，它反而为了让兵多一点。好。好，来看，丢丢丢丢丢丢。好，直接夜叉瀚海。好，玩流士。狂风式。1、2、3，前锁，哎。他这不卡兵，你要知道不卡兵啊，这个铁甲兵有点恶心的。呀，这一刀。杀手锏，杀手锏。小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以为张辽练那个招叫张灵剑啊。他说为什么叫张辽剑啊？叫张辽剑，后来叫杀人剑。他明明拿着2把七国刀嘛，对不对？拿着2把砍刀啊。张飞进地不难吧？我个人感觉确实是跟诸葛亮比起来，可能稍微要简单很多。但是就因为这样啊，我要跟大家伙讲一个事儿啊，就是你可以学的。其实。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主播啊，有时候玩这个游戏他没，对吧？他可能通不了关，尤其是天王难度啊，对吧？好，啊，那我就写一下吧啊，我写到我正在直播的这个顶上了啊。这个微信的话就是右边这个34793762啊。但是呢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就像刚才很多人说的似的啊，趁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多赚点钱是没有亏可以吃的。咱们虽然说也不是说唯心主义，也更不是唯物主义，但是呢，咱们是吃饭主义啊。你再讲一些高谈阔论的东西，对吧？你没有钱还房贷了，你没有钱吃饭了，你甚至连没有钱交租金、交电费了，摄像头坏了，你连换的钱都没有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啊，这个世界上没有钱是，对吧？多么的可笑，多么的无助啊，多么的可怜，是不是啊？能理解的啊。对吧？必杀叫翻雷滚天，也叫很多人叫奔雷8000，有点东西啊。当当当当。小狼怎么看郑爽一天挣208万？我有什么看的啊？那些带货的主播有可能赚的会更多，有的明星赚的可能还会更多。那208万那都不算啥啊，对吧？我感觉这个世界上闷声发大财的人有的是的，好吧？他能赚到是他的本事啊，我觉得。就是咱们先不说他现在什么关于孩子的人品的事儿啊，不要扯这个事儿了啊。但是就这个意思啊，对吧？我告诉你，这网络上的事儿啊，都是虚拟的，你把握不住啊，狼子啊，你把握不住啊。对吧？这网上的东西它都是虚拟的，你这对不对？哪有那么多大网红，他都这样的啊，对吧？对吧？潘子，你狼师傅跟你说啊，这网上的东西都是虚拟的，操，你把握不住的孩子啊！奔雷8000。奔雷手文泰来与重炮手雷龙，他俩可能连魔鬼肌肉人都打不过的，还想打什么大师兄啊？别闹了！你想挣 W 吗？可不是，对吧？你想挣 W 吗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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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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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哎，刚才我截图那一下，你们看屏幕卡了吗？诸葛亮不管是摊分还是速通都厉害，摊分肯定是啊，速通的话呢，照这个魔张飞还是差了一点。
我们排名啊是魔张飞、诸葛、白黄忠啊，目前是这么排名的。秒杀诸葛亮也厉害啊，对吧？诸葛亮这个升级是整个游戏当中最变态的升级，没有之一的啊。最牛逼的暴气是赵云的暴气啊，最牛逼的升级是诸葛亮的升级。噔噔噔噔噔噔。黄蜂式，玩流式。好，嘟，哎，不是咱这个用户169200926，你是不是进错动画片了？哈，这个应该是进道具，不是进地，进地连防御都不可以，我防御用不到地呀，我是我说你感觉好像你进错动画片了，你说你想看《名侦探柯南》，这都串到哆啦 A 梦里面了啊，对吧？一串都是嘎给狗逼的，都这了，你然后你还给那什么西多夫啊什么的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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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卡兵最难的司马懿没说的，这个视频我跟大伙也说了，也是一个教程视频，它不是什么特别牛逼的啊。这里面我也不是说这个跟这个 Mr.2 说啊，就是他确实是水平呢，属于什么呢？就是民间高手啊，高手之的非职业选手。啊，就好比就是你在游戏厅里面，你感觉比如说啊，我们这有个游戏厅，最大的游戏厅，我们这有个玩97的人可厉害了。然后你别说让他跟灰打，你让他跟那个什么小胖子呀，什么跟什么抢鱼呀，啊，跟那个什么跟什么包王打，你会发现你那个小伙伴会被包王打成狗啊，就是没毛病的。纳命来，对啊，没有道具怎么应付 BOSS 是没毛病的啊。有的时候不要贪，很多人总贪，愿意1、2、3那么连招。哎，你看他这个也是贪啊，有的时候可以不用贪的啊。呀，直接跳真摇手起手，把人打倒，然后再打。你看这种情况下跳真摇手后前手，哎也不贪，为了自己的安全，先把小兵清掉。反正时间也够用，打这关呢，还有一点就是，如果时间不够用了怎么办？张飞可以吃张灵剑呢，一手张灵剑就可以。其实张飞能吃的东西很多啊，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肯定没那么多，但是他为什么多呢？首先张灵剑可以吃，这也是一个非常牛逼的啊，就像对于我狼这种手速非常快的男人来说啊，你懂的。然后呢，两个满气儿的道具，杜康酒和白干酒，再加上各种小道具，对吧？这都是可以吃啊，都靠谱了。是吧？所以说呢，这个张飞还好啊。所以这个游戏当中最嘚儿的人是什么？是就是普通的黄忠。普通那个黄忠啊，是真的嘚儿，对吧？他是对菜鸟来说太不友好了，他啥都吃不，你没见过他能吃的东西。他能吃的最特殊的道具，大概也就是传说中的蝎子，那肯定没招了啊！蝎子能吃，防毒的。再就是，对吧？能吃个补血书、金匮要略，他还能吃啥呀？啊，九节杖。杜康酒人弄对呀，那白干酒也可以吃啊。那你杜康酒你吃了，但是你不能吃2个呀。这个游戏你大宝只能吃1个，你不能吃2。但是张飞可以把你认为难打的 BOSS 啊，你可以留2个白象方便面，对吧？你留2个那个一个杜康酒加一个白干酒，是不是啊？比如说你在刚开始吃了杜康酒之后，在魏延的里面留一手杜康酒，然后白干酒加杜康酒，直接把那个司马懿搞死，因为司马懿太难了嘛，对吧？你把司马懿搞死不就没事了，对不对？呀，杜康酒也不是人人都能吃的啊，你像魔张飞就吃不了，对吧？魔张飞说虽然说吃不了，但是对于那些高手来说啊，你对于高手来说啊，对吧？我是吃不了这个，但是我啥都能吃，我连七星灯都能吃。而且呢，魔张飞的伤害实在太高了，他打一套招的伤害，比如说我教大伙儿一个民工连，
1、2、3，千万不要扣啊，不要第4下。1、2、3，黄蜂式接那个神龙摆尾，就这一套招就一大筷子血，打 BOSS 很爽。就1、2、3后前手正阳手啊，下前手就你把这套连招练好了，就可以，贼爽啊，贼过瘾。好，在这里直接爆气，哎呀，这个有的是气儿的感觉。噔，好，来直接进屋了啊！好，直接进屋了啊！不管这个逼事儿了，现在都已经22级了，兄弟们啊！魔张飞是吕布，魔黄忠是谁？魔张飞其实也不是吕布，他应该算是相当于一个，你说的是废案吧，也不能说是废案，反正吧，这个魔张飞这个出现啊，你像为什么只有119里面有魔张飞和白黄忠，其他版本里面你想选都选不了啊，他没办法啊，他就是这个设计啊，有很多这个游戏都有一些废案的，比如说这个游戏的史记残页。它除了被烧之外，能被烧之外就没有任何的用处，它真的没有任何的用处，对吧？你比如说你包括你像你哪怕你比如说你像你放个天师符，然后你扔一个金匮要掠，你不用吃你就扔出来，然后你会发现你身上那个天师符那个冰的属性没有了，只有火，它这个设计也是挺有意思的啊。好。呀！噔，好，玩流式。刷一刀，1、2、3、4呀，直接夜叉探海清兵，我去，哇，一个夜叉探海打不死一只 BOSS 的，太面了啊，太面了。有很多还有很多 bug， 这个游戏有很多 bug， 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个 bug 就是你在进那个刚才那个洞里面之前，你可以把那个关着那个熊边上那个箱子打开，可以吃那个鸡腿，然后你进去之后呢，你出来再吃，出来还有那个鸡腿，对吧？还有那个大腿，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们强行解释是因为我们是那个什么啊，那个比如说我们是军需处的，这个军需处呢本身在这里放了一个补给品，结果呢不小心被人偷掉了，他为了怕被人责罚，他又自己自掏腰包补了一下啊，可能是这么个情况啊。别给我衣服扯坏了是什么梗？别给我衣服扯坏了是什么梗都不知道。就那个公交车上有一个人嗑瓜子儿，然后那个男的就不让他嗑，然后他俩就吵吵起来了啊。然后呢，对吧？他俩吵吵起来之后呢，然后这边就拽他衣服，就是你别给我衣服扯坏了，这不知道吗？没看过啊，对吧？我跟你什么仇什么冤啊？就那个。对呀、瓜子儿哥，对，但是被我说这个别给我衣服扯坏这个梗呢，是真的是扯犊子那个扯，就你别扯了，别给我衣服扯坏了啊！就这个梗呢，我是这么用的啊，我是这么用的。好，路布，我告诉你，白张飞打他飞血也多的，这里面这个设计啊，我不知道，就是魔张飞唯一啊能单秒的一个角色啊，不对，也不能这么说啊，
这个梦幽不算啊，反正就是吕布这么多血的一个 boss， 魔张飞居然可以单秒，你想想，就生克这一手这个张飞克吕布啊，貂蝉也克吕布，咱也不知道为啥，就专门打他费血就是多，张飞打吕布费血就是多，就是生克吕布一手啊。拔牛至，当当当，哒哒哒哒哒啦。啊，貂蝉不用为啥我知道，但是这个张飞确实生克啊。你选其他人打不了这么血的，你看这个血费的非常平滑，非常的平滑。你要是魔张飞，那血蹭蹭往下掉啊。好，虽然说禁地，但是咱们吃这个吃这个东西可以防止那个爆炸属性啊。能有防爆属性，就说白了，本身你爆我打我一下是费10滴血，我穿上这个可能就费7滴血啊，我就大概是这个意思，大家伙能懂就好了。雕虫小技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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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玩溜式，雕虫小啊，不卡左慈啊，兄弟们啊，卡左慈是懦夫行为，是不是？速通行为或者是懦夫行为。不过张飞确实简单啊，我跟你们讲，张飞他这个攻击距离太远了，你看，1寸长1寸强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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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狂风式，蛙流式，好。这他玩的虽然说看起来挺龟，但是你看出来啊，它是什么呢？就是一旦他没有完全的把握的时候，他就是不接了，不连了。我以清兵为主要目的，别的不搞，而且用歪轴用的非常好。闯关游戏啊，这个歪轴是很重要的，你知道吧？你把歪轴玩好了，很牛逼的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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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好，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啊！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大家会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点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了。我们就下期。小的们看招啊！你看可以1、2、3、4的，你卡中歪轴了之后，这个你不要以为好能打2点吧，打不了。夜叉可以能打2点吧，又打不了，这也太背了。夜叉探海啊，落地能打2点，看能打2点的设定啊。卡住歪轴卡好了，可以1、2、3、4打连招的。你看，你看1、2、3、4可以打。哦啊，1、2接，哎，防止被扑，选择血杀，非常的明智，反应速度很快啊。好，又是打2点夜叉。哎，今天人气不高啊，今天是时间问题吗？怎么到了21.07，而且这么紧张刺激的场面，人不多，才300来个人啊！好，卡直接一扣啊！好，前期哎，这在那个哪儿没撞出来啊？在那个哪儿他没撞出来，直接给这里撞出来了，看没看见啊？好了，感谢我们的凯哥啊，狼哥晚上好，一手飞机支持我了啊，对我狼是真的好啊。300来个是对啊，300来个是贵宾，但是
如果要是正常我解说这个，我记得昨天或者前天，我记得我要解说三国的话，哇，怎么不点那个460-70啊，对不对？贵宾的啊，不，我就说人少，不是没有人，我说的没有人就是人少的意思啊。好，可以看到还是满血，这补血够用啊，这补血确实够用。然后接下来的是血战夺荆州。要说雪中打仗啊，最出名的三国时期就应该是那个丁奉啊，叫雪中奋短兵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这个乘船去偷袭魏国大寨，这个魏国营寨说你大冷天的，你们一帮傻子啊，往我这儿冲，你能打得过我们吗？然后结果这丁奉这小子就跟不要命似的啊，亲自带兵啊，就一帮人啊，直接趟着江水就过来，直接就把这个魏国的人给抠了啊。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小狼听大猪死的那个叫声，大猪死的那个叫声，你是不是想说就是我配的啊？啊，我不是针对你的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噔噔噔噔。当当当当当当，好 ，Go Go Go，Hurry up！ 好，一顿捅，看得出来啊，这个20级的张飞捅这些小兵随便，你看他捅这个也随便捅的，对不对？丈八蛇矛，他这里面设计的我觉得不好啊。丈八蛇矛啊，如果按照我们通俗的想法，应该是1丈8，对吧？1丈8叫丈八蛇矛，那1丈8得多长啊？1丈8感觉比张飞要高900多米的，我告诉你啊，这里面虽然说比张飞虽然说还是看起来高一点，还是长一点，但是也就长不了多少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如果说是三国时期啊，这个1丈8是多少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因为真正历史上张飞拿什么武器肯定不是丈八蛇矛啊，这个《三国演义》里这么说的。那么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呢是明朝的，那么明朝呢，对吧？那他是吧？咱们说他的1丈8是有多长？有没有人知道的啊？不是，我说这个900多米是个形容词，就跟我哪有90多厘米那么长一样啊，是吧？哎，那你说《水浒传》里面那个1丈青是什么意思？1丈青扈三娘，1丈青跟1丈红又有什么关系啊？好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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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噔噔噔。玩溜式，1丈青就让你满头绿。我知道竹叶青啊，那个是蛇，是不是有毒？1丈青，我这个1丈红那是那个《甄嬛传》里面赏你1丈红啊。小的时候在这里。有多少个人小的时候在这里真的是投币试过了？怎么玩的呢？就是这个这个叫什么啊？这个叫就是克盾，就在这里2个好基友在这里克盾说啊，克这个人盾，然后在这里咔咔刷分，一摊个1000多万啊！竹叶青是蛇，是茶叶品牌，是酒。哎呦我天！谁敢惹我？这个如果1、2、3接前手，他会强制落地的啊。噔噔噔！哇，这一个转我好多血，玩的非常简单啊。你摊到5000万，给老板给你关机了，凭啥关机啊？你投币啊，关键是啊。
对吧？你正常，如果我们试过啊，正常如果2个人摊分，然后想要留记录，摊分最简是能摊到1000多万的。当然我的意思是，我们那时候也不会摊分，除了在这里摊分啊，我们那时候也不会说那么太摊，就在这里就是诸葛亮把命全死了，然后2批呢把命也全死了的情况下，我们90多秒，然后加上加湿器，也就1000多万啊，也就1000多万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摊的5000万，那你肯定是投币。那你投币，老板凭啥管你机器啊？对不对？一个币说难听点，2条命，这2条命你投一个币，也就是吧几分钟，对吧3、4分钟，对不对？你凭什么管我机器啊？那他管你机器，你直接你就告他，好吧？对吧？你当时你打那个市场热线，你就告他，好吧？你可以，对吧？主播能1币3国禁地通关吗？一币通关都难，何况是禁地啊！禁地整不了的啊。再做也没有用啊！我狼说白了，现在就玩是真的，而且今天现在是9点14，我们马上还有最后一关，也就是说还有10来分钟，不到20分钟的时间。然后呢，就要研究我们的这个歌了啊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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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好。好，我们看看最后一关啊。这个张飞，你们看啊，飞老板呢，他难受在哪儿，兄弟们啊？飞老板他难受的点就在于这个一会儿啊，咱们打这个司马懿的时候，其实真打这个曹操，你们知道啊，其实张飞打曹操，我感觉不难。我曾经用过白张飞打曹操，我知道啊，如果打曹操，你把兵卡住了，因为大伙知道能卡兵的啊。但是说，就比如说，尤其是你像我玩普通难度再卡兵，那曹操虽然说我也死命，怎么死的？曹操练那个8面那个影分身之术，那个我有的时候经常放盾书，哎，我盾书马上快消失的一瞬间，被正好哎，就有的时候贼寸，你知道吧？有的时候非常的寸啊。好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哎呦我去，这刚才你们听见了吗？呀呀呀呀啊！
其实打这个马，你看不能贪啊，你不能打第4下，第4下立马反击，1、2、3就好。张飞这个 Y 轴，然后包括他的这个 A 的这个3下这个速度啊，也是非常好。对新手真的是友好啊，兄弟们啊！刚才你们听见呀，听没听见？119除了秒119速通也挺好看的，真的119速通也挺好看。而且119最狠最好看的，我觉得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就是实战啊，人脑啊，不是 TAS， 进 BCD 啊，就是实战进 BCD， 你都不用说进那个必杀，你不用就进 BCD， 啊，实战能打出来真的很厉害。你们也看到了，那天诸葛亮表演了一下，就是说可以用 A 来躲那个沙摩柯和那个司马懿的爆炸那个啊，而且走也可以躲啊，走也可以躲，只要你走的这个节奏对，它是可以躲的。好，狂风式玩流式。哎，是不是卡了，兄弟们？是不是有点卡了？我靠！啊！好，我们看看啊 ，OK 了啊。大家可以试试张飞这个跳 A 的动作，张飞跳 A 的动作，最难的动作是哪个动作？我觉得最违反这个结构学的动作是啥？就是2阶弹簧丸的那个没事打你大姑妈，哎，这个是最违反的，我是真的，你懂的啊。夜风在天，那也还好吧，就相当于就跳上去了吧，跳得高一点吧。我说的是结构学，不是物理学啊，我说的是结构学。大家伙知道什么叫结构学吧？就是说，比如说那夜风在天，它飞，对吧？它飞，它如果在火星上，它就能飞啊，它的对吧？那你那个结构在火星上，我感觉也不行的啊。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说的啊？你如果说在月球上什么的，它重力不一样，这个人是可以飞的，有可能一下飞出太阳系的啊，对不对？咱说的是他妈结构学的结构上，他妈他没事打你大姑妈，尤其打到人了，那个人防在那儿，然后打到人身上还不停，然后还他妈的，是吧？你懂吧啊？那红丸那个男人低色溜倒没啥，你看那个黑社会啊，就对吧？黑社会古天乐那个为了拿那个龙头杖，对吧？拿到龙头棍，
然后呢，把那个拿车把那个长矛撞了，撞完之后拿个桶把那长矛扣上去，拿脚踢，一顿男人滴色溜，对吧？但我觉得在火星上啊，我觉得在火星上这个特瑞的那个Regis 大口也可以啊，对吧？那火星上一个对吧？一个升龙拳把人踢上去，我觉得可以的，在火星上啊。在重力完全低于地球上的，我就一个倒挂金钩往上踢，我就相当于我蹦上去的，怎么了？可以的，这我觉得可以理解吧，兄弟们。啊，哈，去死！这不卡兵，兄弟们啊，这可是不卡兵玩法啊！来学一学，以稳为主，啊，等他飒的一瞬间，黄蜂式，玩流式。好，飒，这个飒是狠啊。就是打乒乓球了，玩乒乓球玩完了就飒啊，这个确实是太狠了，这个。好了，我们看看这边，1、2、3、4后前手，玩的非常龟啊，兄弟们啊！飒，不是关键这个飒。这个飒太狠了，好，正好，这个血量刚刚好啊，飒，这个飒太狠了啊，好，来看看，接下来是曹操，你看24级的张飞打他需要4下，诸葛亮 A 这个兵只需要2下就 A 死，真的啊。好，来，其实打这个曹操就简单了啊，对吧？地图非常大，对吧？地图很大。我说的简单是对于他来说啊，跟我没关系啊。啊，这非常大。然后呢，地图大有什么好处呢？就算他练那个八面埋伏啊，练那个10面埋伏什么的，他就算练了，哎，我们可以通过跑位然后来躲，尽量你在周边打。我操！哎，大哥，你俩无限了。哎，你拖屏幕，他起身就没事了。你拖屏幕，他起身练招，你也可以躲，而且还可以防。他那个必杀这一下的时候，你可以防的啊，你可以防的。好，我们看看啊，我们在哎，你看他这个血杀来躲也一样，
但你们能分辨出来哪个是超必杀，哪个是小必杀吗？你们会分辨出来吗？哪个是超必杀，哪个是小必杀啊？当然这里面咱们是禁地，所以说打的可能会慢一点。如果说时间不够了，就难受了啊。铁甲兵的话，地图大你也不怕，反正就跑就完事儿了。好，加血，哎，这最讨厌啊！曹操最多能加几次血，兄弟们知道吧？到现在没有不知道的吧？曹操最多能加几次血，这个都可以纳入咱们的这个游戏那个计划了啊！哎，曹操最多可以加几次血？黄蜂式，玩流式，好。哇好了，有惊这有没有惊也没有险，我能看出来啊，这个玩法呢，对于一般的民间高手来说，确实不是特别难。对于职业选手呢，更是对吧，简简单单的。但是没办法啊，我很多菜鸟啊，普通难度你这么玩都玩不了，何况是天猫难度。所以大家伙可以学一下其中的技巧，不要贪，不要贪。这个游戏有很多，而且咱们还能放宝，对吧？你只需要知道你能放宝啊，他还不能，你对吧？你在没有宝的情况下怎么打 BOSS， 学会了吧？哎，就这么打就完事了。所以说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家收听。如果大伙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。我们下期再见。